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勾力。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交易助手类的工具，我会逐行代码的给大家分享这个工具的具体实现。感兴趣的可以跟着我一起把代码敲一遍。对于手动交易者或者说半自动交易者，你可以把它修改成为符合你自己交易习惯的一个辅助工具。而对于纯粹的量化交易者来说，也可以了解一下在 MT5 中是如何实现这种交互性比较好的这种半自动 EA 的。在我刚开始做手动交易的时候虽然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了一套自己比较成熟的这个交易系统了，但是有一点我还是不满意的，就是这个执行层面的。每当我的这个交易信号产生的时候我需要去很快的计算我的交易手数。比如说每单我的规定是最多只能亏我总体账户的1%，那么我就需要先计算我的止损点数，然后计算我总体账户的1%是多少钱，还要熟悉当前这个交易品种它目前的这个点值是多少，最后再通过风控除以止损再除以点值的计算方式去计算我下这一单究竟要用多少手。虽然我尝试通过 Excel 的方式去加快我的计算速度因为好多点位转瞬即逝嘛，但是我还是需要这种复制粘贴这些数值把它粘过来粘过去，这样就很不方便。并且还有一点就是有时候我们注意到一些新闻事件对于一个货币的影响的时候，比如说我通过这样的我前面讲过的这种新闻事件的面板工具，获取到了一些对于我们当前交易品种不利的一些新闻消息，我想快速的去把某些品种的仓位去平掉，我还需要一个一个的去找一个一个的去平仓，这都不是很方便不是很快捷。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不行还是得有一个半自动的 EA 去帮助我辅佐的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我才开始这个学习 MQL4 打算去做一个自己的半自动的交易助手。那时候我还在用那个 MT4 现在都已经换成这个 MT5 了。所以呢综上所述我觉得这可能是某些这个交易者的一个需求那么今天我就带着大家去实现这样一个交易面板交易助手。我们今天的这些代码都是在 MQL5 上实现的。如果你主要是用的还是这个 MT4， 那我建议你还是花点时间好好理解一下这些源码，然后把它修改成为 MT4支持的一个版本。其实修改的地方不多多数都是一些下单的逻辑会进行一些函数上的一些调整。好，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工具它包含的元素首先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交易窗口这个交易面板可以进行这个最小化或者说是进行这种拖动删除都是可以的。然后就是文字类的这个 label 元素，这个按钮类的这个 button 元素，还有这里的这个输入框。这两个文本内容分别显示的就是买价和卖价。点击做空或者说是做多，会根据你相应的这个止损和止盈金额，还有你账户整体的设置的这个账户止损的百分比，然后它会在后面去自动的进行计算你的手数是多少，然后进行多空的下单。比如说最开始我这里写的1的话，那么就使用整体账户的1%去做这笔交易，然后我这里写入0.1的话，那么就代表的是0.1%，也就是1/1000，用1/1000的资金去做所以最开始就是91手，然后现在的话就是9手多。然后下面的这些按钮呢，多数都是这个平仓类的操作比如说点击这个平仓所有交易，它就会把我们所有的多空持仓都去平掉。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是我这里的平仓所有交易，它也是指的它会去平掉它这个 EA 所管辖的这些订单，也就是说它们的模数号要是相同的，都是这个8888
才可以进行相应的平仓。如果你是其他的 EA， 比如说还有你一些手动下单的这些订单啊，那么你点击这里的平仓所有交易，它是不会平掉的。我这里是为了不影响你的其他的这些交易体系，等后面你们跟着我把这个代码写完之后，理解了这个源码之后，你就可以把相应的我设置的这些限制条件都剔除掉，包括后面的这些这个平掉所有的浮盈、所有浮亏、所有的多空订单，它们都是限定在这个 magic number 相同的情况下这个基础之下的。比如说我这里由当前这个 EA 下载了这么多订单吧，多空也好都下载一些，然后我再开一个图表，再去下载一些这个 EA 但是这一次的话，我就把这个 magic number 修改成为其他的，然后我再根据这个 magic number 下载一些下一些订单，再回到我们这个面板这里，因为它们的 magic number 不一样，所以它们就代表含义就是隶属于不同的EA 体系之下不同的交易策略之下。那么我点击这里的比如说我点击这里的平调当前品种交易，那么它平调的就是欧日这个品种下的所有交易，澳纽下的订单它是不会平的，包括我点击这里的平仓所有交易，它也是不会平掉的，这底下平多空浮盈都是不会的，主要目的就是不影响到你其他的这个交易体系吧。不过这个限制改起来也很简单我会在后面的代码告诉大家具体怎么改。还有就是这个面板大家注意，我这里的面板是可以自定义的不是说一定要使用官方的类似于这种烟灰色，就是这个颜色我们是可以任意的进行这个自定义的不过你如果定义为黑色的话，你的文本颜色也要进行修改一下，不然的话看起来就很怪异。为什么要说这个颜色因为常规来说，我们使用官方的这个对于这种交互性比较好的元素进行开发的时候，我们就会使用官方的那个面板的库来做。那个库你是没有办法达到修改这个面板颜色，包括这里的其实是有这个边框颜色这些之类的，使用官方的你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就需要对于官方的源码进行适度的修改，以达到这些视觉上比较好的一些效果。这个改起来也比较简单我后面会一一告诉大家的。不过前提我要说一下我今天演示的这些代码因为它牵扯的这个知识点跟我们前面在公开的平台分享的那些内容是有些不同的，包括它还会牵扯到这个面向对象OOP 相关的这个内容。如果你是这个基础比较薄弱我建议你还是多看一下这个官方的文档好好的学习一下，不然的话今天我讲的这些内容你听起来可能有些许的困难。当然如果你自己学不进去学不会，你想系统的学习一下也可以联系一下我。好，那我们就废话少说，开始我们今天的编码内容。因为代码比较多所以我可能会分2个视频进行发布，没关注的还请关注一下我这样你就不会错过后面的视频了。首先大家还是从这里点击这个 IDE 或者按 F4， 然后打开我们这个编辑器，然后点击这里的新或者是文件新建都可以，你可以自己创建一个EA 的文件，我这里已经建好了，并且我把所有自带的内容都已经进行了清空我们从头开始。首先的话就是根据我个人的一个习惯我会新增一些版本相关的一些声明，你们可以不写，直接把它删除掉都没关系的。然后我们导入一些相关的库文件，这里这3个都是我们这个做交易类相关的，然后这4个的话都是我们这个
需要绘制这个图形界面需要的这些库文件。这里我声明了一个 magic number 魔术号，也就是当前这个 EA 的相当于一个身份证的东西啊。然后我这里是定义了一些常量，这都是我们这个图表对象需要的一些信息。比如说这一段的话，它就是我们当前这个面板它的抬头，它的这个名称是什么，它会显示在这个位置啊。然后这里的 panel width 和 panel height 的话，它代表的就是这个面板的长、宽和高具体是多少。这里又定义了一堆这个常量，它们分别代表的是这里的 ask 价。我直接把它这个截个图放在旁边，这样方便我们讲解啊。ask 价就是蓝色的这个文字，它代表的是我们的买价；倍的话，它代表的是我们这里的倍的价格的一些元素的信息，还有就是做空按钮啊，还有和这个做多按钮。这里的话，你们可以写成为汉字啊，但是我这里写成大家注意，这个内部的话，它不是代表的你显示的这个文本内容，它代表的是你这些图表元素的名称具体是多少。然后就是宽和高啊，每个元素都有的这个宽和高。这个 x 和 y 的话，它代表的就是一个坐标信息啊，也就是说你想要把它显示在什么位置。但是这个位置啊，大家注意，它不是根据这个外面这个图表对象来的，它是根据你这个面板的定位来的啊，也就是它指的这里的x50 y20 的话，它是针对于这个点，大家看这里啊，是针对于这个点来进行相应的这个定位的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啊。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这个止损点数，还有止损的输入框啊，止盈点数和止盈输入框，还有账户止损的一个百分比。好，这些都是相应的图表元素的一些定义。我这里定义出这些常量，一方面是为了整个代码逻辑的更清晰啊，另一方面也是便于我进行这个讲解啊。虽然它这个代码看起来很多啊，但是逻辑都比较简单啊，大家不要害怕，这个逻辑只要你想清楚之后，其实都是非常简单的啊，并且你搞懂之后，你自己想做相应的修改也比较灵活。然后这一堆的话，都是我们这底下这9个按钮啊，6个按钮它们所拥有的这些元素属性。针对于这里的长和宽和高，还有这个 x、y 的坐标的话，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相应的修改啊。这个我自己写，其实也就是这么尝试着把它画出来的啊。没有太多这个高深的技巧啊，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这个一点一点写，然后编译，然后确定它具体的这个位置。那么把具体的这些 UI 元素的相关的长宽这些属性定义好之后，我们需要操作这些图表元素，我们还需要一个对象。有这个相关的开发经验的同学应该不会困惑啊，万物皆对象嘛。我们创建出这些对象之后，才可以把对象与我们这些属性进行相应的绑定。这里的app dialog 这个 panel 的话，它代表的就是我们这个主要的这个
面板。然后 Sell Button 和 Buy Button 这是定义了2个按钮，分别用于执行买入和卖出的操作。这里的 Label Ask 和 Label Bid 它是用来显示我们当前交易品种的这个 Ask 价和 Bid 价格。然后这个 Fix Lot Label 和这个 Edit Lot 就代表是我们这一行所代表的这个属性。然后就是我们的止损按钮和止损的这个 label 止盈按钮和止盈的止盈这个输入框和止盈的这个 label。剩下的这就是一堆按钮它就是用来表示我们底下的这些平仓按钮的。然后我们再定义一些操作上需要的这个全局变量是否是买单，是否是卖单。然后我们具体的这个下单之后，它这里不是有个注释吗？我们具体注释的要显示的内容是什么就是由这个 Trade Comment 来设定的。然后是我们的 on-init 初始化方法。在初始化方法之中，我们会首先进行这个 trade 类的一个 magic number 的绑定，然后使用这个 panel， 也就是我们这里创建的这个 app dialog 对象点 create， 它会调用这个方法，然后调用这个 run 方法，它就会帮助我们把这个面板创建出来。然后我们这里会指定这个面板名称它的坐标，还有它显示的这个在哪个图表，在哪个窗口，然后是它的宽度和高度具体是多少。我们编译一下看看它还需要一个返回值要给它指定一个返回值，代表它这个初始化成功。我们再编译一下，应该是没有什么异常了。我们在图表上来看一下，我们新建一个图标，新建一个图表，然后这里的 class 交易助手分享版就是我们刚才写的这个页我们把它拉过来具体看一下。大家看这里这里的话就是我们创建的这个具体的面板对象。但是它还不可以进行这个最小化删除包括这个鼠标拖拽的这些动作都没有，因为我们还有具体的方法没有写但是它这个样子已经出来了。然后就是我们创建这个 label label 这个标签，也就是我把它放这里也就是这2个文本信息的内容。首先就是跟这个 panel 类似我们调用这个 create 方法，传入相应的内幕x 它的这个xy 它的坐标，然后它的长宽。调用这个 create 方法就会帮助我们创建一个label 的对象，然后我们使用这个panel 点 add 就可以把这个对象添加到我们这个面板之中。然后我们再调用它的这些方法高度和宽度，还有具体要显示的这个文本它的字体字体大小、字体颜色相应的这些信息再设定一下就可以了。然后下面这里它代表的就是我们的bid 的这个 label， 相关的代码都是高度一致的都非常的类似。我们编译一下看一下它在这个具体这个图表上的一个效果，具体就是这样一个效果。当然这里的具体数值还没有做相应的更新，这个 ask 和 bid 都是一个label 的我们设定了一个默认显示的一个文本内容，只是为了给大家看一下效果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做多做空这2个按钮，还有这里的label 和输入框都进行一个编写。
代码比较多啊，但是用法都是跟我们的 label 是类似的啊，都是调用相应的这个元素对象啊 UI 对象，然后设定绑定好它们的长宽啊、文本内容啊、字体大小啊，都是一样的用法。我们编译一下，看一下效果。对了，在我们这个看效果之前，我们先把这个undelete 方法写一下，不然的话，它老是在这个图表上，一编译的话，它就消失了啊。我们先把这个方法写一下。这个 undelete 方法，通常我们就做一些清理的工作。我们调用这个panel 点 destroy 给它传入一个1，代表的话就是清理掉它。然后这样的话，我们针对于新的代码进行编译的时候，它最起码它这个窗口啊，这个1它不会被卸载掉啊。OK， 我们看一下界面上的效果啊，这些 AskBay 的按钮啊，包括这些输入文本啊，都已经显示出来了啊，都显示的正常的。那我们有时候它这个加载速度它会慢的话，它可能会有一瞬间我们看不出来啊。比如说我切换一下这个时间周期的话，它加载是需要一点点时间的啊。然后我们继续下面的这些按钮。好，这就是我们这6个按钮相应的这个UI 元素创建的一个过程啊，使用的方法跟 label 啊，跟这里的输入框啊都是类似的啊。我们编译一下，然后在界面上看一下效果啊。至此的话，我们所有的这个图表元素应该都已经这个写完了啊。这就是这些所有图表元素的一个具体的样子。当然，它所有的这些交互性的动作啊，都还没有，包括这里的价格也没有做实时的更新啊，这按钮都没有相应的功能。这个我们在下节内容再把代码补充进去啊，让它拥有这个相应的功能啊，因为这一节的话已经有些长了啊，50多分钟了。好，那么我们这一章的源码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一章再进行这种交互性的事件源码的分享。好，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拜拜。